是个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两个大的经济体，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未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应该也是。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能够维持多长时间，虽然人们不知道。但是在可以推测的将来，它始终是一块让全球经济不得不去考虑的热土，因为它有庞大的人口，有在这个世界上最整齐划一的生产线上的螺丝钉，你在其他国家都看不到的这种低人权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存在。这就是吸引全球资本的最根本的东西。中美之间出现的问题，拼到现在，中方能够拿出来的唯一吸引国际社会的，其实还不是中方自己拥有的，而是全人类的一个共性，人类的贪婪。我们都知道，川普跟习胖像两个搬道工一样，都在试图让整个世界能够走向他们预想的模式。现在人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一点，中方越来越集权了，越来越专制了，中共的集权又回到了党在国上人在党上，不仅钳制全国的经济，钳制舆论，甚至开始钳制人们的思想。中方具有这个基础，14亿人中没有完全走出帝制的是绝大多数。他们甚至认为，在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可以围绕在以习胖为首的这些共产党人的周围，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他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的恐慌，虽然有更多的不满。随着猪肉涨价，大家的不满，大家开始骂粮的这种习惯越来越多，但仅限于在家里。越来越多的人不敢说话了。美国是一个很民主的国家，民主到连总统都可以弹劾。川普从上台以后，一边在和共军作战，一边在和自己的盟友作战。他同时调整了与30多个国家的贸易政策，他至少减少了与中国和德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而且在川普任内，美国还有一个明确的转向，40多年以来，美国第一次扭转了石油方向上的这种销售，它成为一个石油出口国。即便美国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现在出现的更多的不是失业问题，而是向全球要引进更多的技术工人，专业技术人才。美国的就业率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经济指数，人们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达到过今天的这种高峰。但是人们还是在批评他，
批评他，甚至涉及到这个违宪的问题，所以出现了弹劾。批评他因为坚持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争执，导致全球经济预测不好。无数的国际团体和本国内部的财团，以及他们所供养的这些人群，在给川普施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像川普更需要一个第一阶段的协议。前段时间说在爱荷华州，好像这个提议被推翻了。现在中方据说透露出来一个信息，要在希腊签订这个协议，因为原来在智利的，对吧？智利因为游行，峰会被取消了。下一个媾和的地点正在寻找。为什么要媾和呢？因为有太多的美国企业放弃不了在中国已经获得的利润。即便美国商务部出台了实体管制名单，但我们还是见到无数的美国企业在利用离岸公司在中国与中国公司之间达成一个迂回型的销售，因为利润，因为替代国不好找，因为产业链的转移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太多原因了。其实跟着你还是贪婪。中美之间的问题有点像黄河改道。黄河我们知道是个地上河，是一个悬河。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制度问题。中国认为他们可以拥有未来，他们可以挑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规则，创造一套中国规则。美国认为你的制度太腐败了，你保障了极少数人的利益，把14亿人当作奴工一样骑在人们的头上，然后你迫害人权，你用向全世界输出腐败的方式来拉拢更多的盟友，帮助中国极少的这些利益阶层不断的挣钱，然后又不分配给全社会，中国形成不了一个明确的中产，不能进行有效的再消费，所有中国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经济效益都进入了权贵阶层，你形成一个只配购买奢侈品的这种团体，对发展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其实用处是不大的。所以美方非常希望中国能有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其实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你的分配模式。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看不到这种转变，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利益互相牵扯的非常严密了。你看到今天甚至有很多人还在为中共说话，有的是因为利益，有的是因为他们认为
整个国际社会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个国家都把别的国家的发生的事情太当回事儿。也有一些国家，他们认为他们现在的发展是依赖于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所以无论是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还是一些因为与中国发生经贸往来改变本国经济状态的这些国家，都没有明确的站在所谓的正义、民主、自由、法治这一边。看到具体的现象，确实令人悲伤。制度之争，谁优谁劣，在现实生活中好像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听到有人说，是吧？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中国或许会成为最大赢家，甚至是躺赢。这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这种悲剧，这种悲剧已经出现几十年了。中共建政70年，前几十年其实大家不是很拿它当回事儿，对吧？中的一个第三方都在把它当做一个棋子，大多数时候是不太正眼看它的。随着这20-30年来，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它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中国，它可以放下意识形态，用足够的利润，让你不顾及它正在采取的政体，它是不是集权，对其他国家，对这些能够在与中国发生经贸往来过程中获利的利益集团，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我们看到的国家和政治人物在批评中国的同时，并不妨碍他们在经济方向上与中国进行的合作，即便是在今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中非常明确的一个事实存在，令人伤感，但是它很真实。好了，谢谢大家，再见。